我没听我妈的话。我从小就有一个愿了，不听她的话一次。这次我做到了。如果我妈还活着，她也一定希望我还活着吧。我偏不。法官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地狱吗？法官，我这种人一定会下地狱吧？我妈肯定也在地狱里面。我们在地狱里面是不是能见到面啊？见到她又得让我写检讨。妈妈，妈妈，我错了，原谅我。老婆，杀了我妈肯定也在地狱里面，见到她又得让我写检讨。钱付了啊，谢谢。哎，等等手。谢谢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舞房？你自己暴露的呀。哎，你说你发个朋友圈，你还定位，你这样做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是个法官，不要总暴露自己的行踪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真是的，忘了把你分组了。啊？哼，我现在已经属于不能看你私生活那一组了。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哦，是不是因为上回我让方颖回避那件事儿？好，那件事儿呢，我做的确实不地道啊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下回再也不会这样了，好不好？你想多了，你作为一名律师，少看法官的私生活为好。你不对劲，说说吧，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郁闷？都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是这样吗？哼，为人父母不需要考证是最扯淡的一件事儿。问你算是问错人了。怎么了到底？让你问这样的问题？一个当事人杀了他母亲，但真的是这个孩子杀了他母亲吗？不然呢？在他杀他母亲之前，他母亲严苛的教育，或许早就杀死了这个孩子。精神上的杀戮。对。可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这个孩子在精神上被凌迟？哎，我发现你最近朋友圈发的特别勤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害怕孤独，你害怕活在那个只有你自己的世界里，所以哪怕是虚拟的，你也想找人来陪着你，对吧？那我再考考你，我为什么重新开始跳舞？驱魔、杀人放火、走私放毒，天天和这些阴暗的东西打交道，那是个人心里都不会好受。所以你需要一场仪式来驱散心魔，让自己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里。哎呀，西天啊，我觉得你不当律师，完全可以当个心理医生，是吧？只要你能多让我练练手，我觉得也可以。如果以后你想找人陪，就给我打电话。可是我最需要的不是陪伴，
而是独处。行，我走了，回家了。明天一大早还要开庭呢。这什么意思？徐律师啊，这虽然没有多少钱，但真的是我现在能拿出最多的了。我记得你跟我说，你之所以代理默默的官司，是因为要收集更多富强的证据。可现在事实证明他们俩没有什么。你认为我的官司还能赢吗？吴女士，首先第一点呢，这个钱我不能要。你该给的律师费已经足够了。其次呢，你既然聘请我当律师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为你争取到最大的利益，这个你放心。你要相信一点，离婚是自由的，因为结婚是自由的。我相信。进来。好的，我知道了啊，就这样。双河律所的徐律师到了，他有重要的事情跟您沟通。好。吴总您好。你好。双河的邝总的律所。啊，邝总是我们的合伙人。律师证我看过了，也跟律所核对过了，没问题。什么事儿说吧。自己人，单说无妨。好，我受吴华吴女士的委托，现在正式通知您，吴女士想要跟您解除婚姻关系。这是离婚协议书。还有我的委托书，我们希望7日之内呢，能得到您的回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副总，我给你盛饭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好。默默的事情我知道你很生气，我跟他真的没什么，他都已经撤诉了。说吧，我怎么做，你才能消气？还记得他吗？我们起家的时候卖的进口红香，当初我们押上了所有的身家，要推出这款木头，可是没想到市场不认，逼得我们没办法了。你不顾家人的反对，辞去了外企的工作，没日没夜的帮我翻译这款木头的国外资料。后来，
我靠这些资料，慢慢的说服了客户，打开了市场。吴华，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福祥的今天。我永远记得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突然想到我了，是不是怕离婚分财产？福祥，你不觉得现在说这些话太晚了吗？唐法官，叶欣，这么巧？对，这么好看，今天。上次啊，我问你那个案子判了，我还得感谢你提供的思路呢。被告律师特别服气，没有上诉。太客气了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最近怎么样？你们庭的案子多不多？怎么了？啊，你耳环真好看。我7月里就要摘了，上班的时候不能戴，但我上班的路上总可以美丽一下吧。人心态真好，向您学习。哎，中午有没有时间？我还有些事情想请教你一下。太客气了，没问题，我来找您。法官，我的证明材料已经递交上去了，这3套房子全部都是我婚前自己买的，是这个女人婚后以后给我灌迷魂汤，我才会把她的名字加上去的。放屁！是你自己为了辞职让我在家带孩子才加上去的。法官，为了支持他工作啊，我真的是回归了家庭。谁成想啊，我当时真的是瞎了眼。他其实啊是个啃老族，靠着房租生活，家务不干，孩子不带。哎呀，指着这样的男人，我还有什么可指望的？你那是骗婚！我跟你说，你当初嫁给我就是为了我这几套房子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没什么跟你好说的了啊！法官，我申请离婚，这个财产啊必须对半分。不可能，我这3套房子值800万呢，平分门儿都没有。安静，注意法庭纪律。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，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本案中虽案涉3套房产系原告婚前购买，但婚后该房产产权变更登记在原告、被告名下。该行为表明，双方已同意将原告婚前购买的3套房产约定为夫妻双方共有，因此，案涉3套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唐法官，叶欣，进来。喝咖啡吗？啊，不喝了，我喝水就行。行，谢谢。潇潇，哎，薇姐，这是立案庭的叶欣。你好，这是我法助潇潇。叶欣啊，正好有个案子，我想跟你聊一下。啊，好啊。唐法官，这照片上是我女儿啊，5岁的时候。啊，那她现在多大了？18了。你有一个18岁的女儿？我还以为你没结婚呢。瞎讲，我都40多了，哪能没结婚啊？我们大家可都说我们薇姐可是人生赢家，女儿在英国大学霸一枚，姐夫又是英国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。哎呀，你们说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八卦了啊，咱们还是聊聊正事吧。好，来。什么案子呀？你俩这愁眉苦脸的。吃个芝麻丸补补呢。哎，苏苏，哎，你来看一看。啊，这个离婚案我记得，被告人是福祥，他不就之前那个被女下属污蔑性骚扰当事人吗？是他吧？没错，可关键是呢，他老婆的吴华代理律师也是徐天。你们记不记得，之前默默诉福祥职场性骚扰代理律师是徐天，
现在福祥的老婆代理律师还是徐天，你们不会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吗？你说吴华知不知道徐律师之前代理过默默？或许也只是一个巧合吧。不是，说了半天，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问题要离婚？前几天我跟周法官找他们分别聊了聊，他们俩对于很多问题的说法南辕北辙。周法官，你这么年轻，应该还没有结婚吧？就判离婚案？吴女士，之前福祥被告性骚扰的案子也是我调的，请相信我的专业能力。抱歉，我没有怀疑你能力的意思。那请说说你的实情吧。徐律师，还是你说吧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实情，就是离婚。我当事人觉得他跟福祥的感情已经破裂。我不想离，也不能离，所以这次还得辛苦您，无论如何帮我调解调解。首先呢，我先得把事情了解清楚了。您太太为什么要和你离婚呢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您和你太太的感情怎么样？很好。那如果你认为他们的感情破裂，那就要提供相关的证据。周一到周五，福祥不在家里住，这算不算证据？还有他对我当事人的态度是冷淡，算不算证据？我不是不想回家，纯粹是为了工作。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不像你们年轻人，非要如胶似漆才叫感情好。其实，我们的感情早就破裂了。在我女儿10岁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了离婚的念头。那当时为什么想离婚？有一次我女儿发高烧，正巧我也发高烧，我那个时候站都站不起来，我就给福祥打电话，让他回来送我们去医院。结果他怎么说？他说他在陪客户，让我自己解决。他当时的客户很重要吗？对他来说，没有不重要的客户。我跟我的爱人啊，是患难之交。当时所有人都反对我们好。为什么呢？20年前，他是新南大学本科毕业生，天之骄子。认识他的时候啊，我开一家皮包公司，还欠外债2万多块钱。当时所有人都反对他跟我好，但是吴华他对我一见如故，不离不弃，态度非常坚决，宁可跟家人决裂，他也要嫁给我。我记得那天，我发着高烧，抱着几乎都抱不动的女儿，在人满为患的医院里，气都喘不过来，马上就要摔倒了。可是，我就跟我自己说，我不能倒下，我不能倒下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倒下了，没有人过来帮我。所以，从那个时候，我就有了离婚的念头。因为我看明白了，在富祥眼里，我不过是一个保姆，他怎么可能会在乎一个保姆的死活呢？也就是说，吴华在嫁给你的时候，你是一无所有的状态。对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离不开他。画幅呢，是我当事人和福祥当年一起办起来的。后来老人去世了，孩子也长大了，我当事人就想回到公司里找点事情做。可是跟福祥说过好多次，他都是置之不理。所以我觉得福祥根本不在乎他的感受。那福祥连一个拒绝的理由都不给你吗？他根本就看不起我。他亲口说的。画幅上个月成立了一家全资的子公司，我就跟他提出来，我想去接手管理。
可是他就敷衍了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找去管理的人，居然是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给我打杂的手下。所以你提出了离婚。周法官，我不是那种只会坐享其成的富太太，我受过高等教育的。公司也是当年我们俩一起创立的，只不过回归家庭是迫于无奈的选择。我现在有能力也有精力管理好公司，可是在我丈夫的眼里，我只配当一个保姆。难道这还不够让人心寒的吗？他这么跟你说的？是的。如果你真的不想离婚，你就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，这样呢，我才能帮你们解决问题。我们的谈话能保密吗？当然。我太太她外面有人了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2年前，我太太要开一家服装店，钱不多，50万。我觉得她有点事儿做，挺好的，我就马上就答应了。没多久，她要追加投资。这一次啊，我就请我的律师呢，给我太太这个合伙人做了一个背景调查。艾伦，31岁，原来是某个奢侈品店的店员。2年前认识了傅太太，在傅太太的资助下，在新南路盘下了一家店铺，开设了一个买手店。2年期间，傅太太陆陆续续在这家小店里投入了总计300多万的资金，可目前为止依然没有盈利。他们俩的这种关系，明眼人都知道不正常。你有证据吗？一个女人不计后果的投资，支持一个年轻、帅气的男人创业，要说没有事儿，你信吗，周法官？那这件事情，你和你太太沟通过吗？为什么呢？任何事情，只要不说破，那就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我一直在等我太太能回过神儿来，让这件事情无声无息的过去。但是现在我等来的是她狠下心来要跟我提离婚。所以你本身就是知道这件事，但是还是不想离婚，是吧？我们的感情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情，我们是亲情、亲人。我恳求你，帮我好好的劝劝我太太，我离不开她，这个家也离不开她。只要她肯回头，我可以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原告，你说被告跟你一起打羽毛球，用力一抽，打伤了你的眼睛是吗？啊，对，我是看眼睛啊，花了好几千呢，这笔钱啊，得归他出。原告，你打羽毛球多少年了？哦，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打了。所以说你很熟悉羽毛球这项运动？那当然了，我可以和专业级的相媲美了。切！被告，当天是原告邀约你一起打羽毛球的是吗？我们是一个羽毛球群的，好几年了，我们经常约着打。本院认为，双方当事人相约一起打羽毛球，原告系自愿参加，自认具有羽毛球竞技的专业水平，故其对该活动的风险性和对抗性知情，应认定属于自甘风险的情形。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，故被告依法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。大爷，干嘛呢？这法院门口7英尺拉横幅啊，这扰乱公共秩序是违法行为。干什么呀？我讲追求公平正义有错吗？来，你们把我铐起来。
你们靠起来！我怕什么？我什么也不怕，我讲理。不是法院门口，他还真不能拉横幅，赶紧摘了，快！不许动！哎，大爷，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齐大爷得过脑梗，你们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有病历，你看吧。行，你们怕不怕？收起来吧，都湿了，齐大爷。哎呦，这有些天没来了，今天下这么大雨，怎么跑过来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能光嘴甜，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，把我这个事儿解决了。我的案子你立不立？我跟您说，您就是再说10000遍，我也就一个态度，您这事儿立不了。好，你不立是吧？你1天不立，我就挂1天；2天不解决，我就挂2天。你这干嘛跑这儿吓唬我来了是吧？怕了吧？哎呦，我还真不怕，齐大爷，不光不怕，我还高兴呢。你看，你打这个横幅，兴城法院张伟民方远。张伟民什么人啊？我们副院长。你把我的名字挂在他后头，我跟他是一个级别啊，我受宠若惊啊。行了，齐大爷，别闹了，下这么大雨，你得感冒了。走，咱里边说去。哎，这回可是你求我啊，你让我进里边去的，对吧？是，我让你进里边去的。走吧，来，走。哎，那你们2个把这个条幅摘了吧。听齐大爷的，快，走，您慢点。哎呀，这个福祥，不但被女下属污蔑性骚扰，老婆还在外面有了别人，这也太悲催了。但是目前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啊。但如果不是真的，哪个男人会愿意这么说？况且福祥还是这么大老板。周法官，一会儿吴华就来了，咱们怎么调啊？哎，先问问再说吧。擦嘴。都大人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啊，生了孩子来了月嫂，地方不够住，为啥？这人多房子少吗？不对，我们拆迁本来政府是给了3间房，可是有人硬给黑走了1间，要不然我不会住客厅的。是，你别生气，来，先喝口水啊！太不公平了，这。哎，现在几点了？4点半。不行，我得赶快回去了。儿子媳妇下班了，我得买菜做饭。那我送你。哎，不用，这我熟着呢。路上注意点，别坐车被挤着啊。这齐大爷怎么说着就走了？他这隔3差5的过来闹，回也没结果，这是不嫌烦呀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我跟你说，小叶，我第一次见到齐大爷的时候，比你现在年龄还小。齐大爷是咱立案庭3朝元老级的信访户，慢慢学着点吧。周法官，今天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来呢？因为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你聊一聊，关于离婚的原因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内情吗？该说的、不该说的，我都已经说了呀。那个艾伦呢？富祥不会觉得我跟他有什么吧？我跟艾伦只是简单的合作关系，如果他真的怀疑我出轨的话，拿出证据来啊！所以你们只是普通的合作伙伴？当然。吴女士，我作为法官呢，无权干涉你们的私事，但我想说的是，福祥说，他很早就开始怀疑你。那他为什么不问我呢？但他说，比起这件事，他心里更在乎的是你。这是他的原话。或许这件事情不说破呢，你们的感情就还有挽回的余地。至于他为什么不让你重回职场，我确实不了解内情。但是通过他和我说的话，我认为他对你的感情还是很深的。他离不开你，这个家更离不开你。
这是他的原话。周法官，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为了劝和，替他说什么好话吧。如果你觉得我撒谎，你可以去投诉我。他真的这么说？他对你有忽视，甚至有误解。但这2天我分别听了你们的说话，我认为你们的婚姻还没有到头，你们有很深的感情基础。如果真的就这么离了，我怕你们会后悔。我希望你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，重新审视你们的婚姻。如果他真的这么说过的话，我希望他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。你的意思是？他能不能多理解我一下？我重回职场，只不过是想找回我自己的价值。吴女士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把你的诉求传达到。那就辛苦您了，周法官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有点堵车。徐律师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是我通知他来的。徐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得让你白跑一趟了。现在没什么事儿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跟我当事人说什么了？我在帮他们理清头绪，我觉得他们的婚姻还有回转的余地啊。周法官，咱们法院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？那我们法院还能怎么样？不要天天搞一些调解上的说辞和把戏，行不行？这什么说辞，什么把戏？徐律师有话就直说。你有调解力考核，我都理解，但是你不能牺牲别人的利益。人家本来就是要离婚了，已经过不下去了，你非要把2个人又凑到一起，这是干什么呢？你这么做良心上不会痛啊？我良心不会痛啊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天天的啊，吃火药了吧你？谁打你了？没事啊，我没事。你打我妈了？没你事儿。看书去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打我妈了？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把刀放下，儿子，把刀放下！喂，怡安，飞姐，我来告状了啊！你师傅又怎么你了？不是师傅，是你的前任。他怎么了？我给人夫妻调解，想避免离婚，他阴阳怪气的问我良心痛不痛？他干嘛呀？我耽误他赚律师费了？那他倒不是这种人。那他好端端的为啥怼我？我欠他钱啊？怡安，他不喜欢法院搞调解，跟律师费没关系，主要是当年他爸妈出了点事儿。他爸妈？那飞姐，你方便和我说说吗？当年他妈上法院要求和他爸离婚，法院没判，说双方感情还未破裂。回去之后，他爸就打了他妈，这事儿闹得天翻地覆的。那他妈妈没去验伤吗？家暴的话肯定能判下来。这具体情况啊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总之从那以后，徐妈妈每天郁郁寡欢的。7年前，徐妈妈乳腺癌去世了。徐天觉得，如果不是这段不幸的婚姻，他妈或许不会这么早走。所以他对法院调解这事儿吧，心里一直有疙瘩。啊，飞姐，那我就明白了。下次有机会呢，你也帮我和他解释解释。
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，也不能什么事都来法院，对吧？呀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这有什么事呢？菲姐，放心吧啊。好嘞。这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，您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立案了。您先按这个，再点这个。小米，来，哎，这个来了这么多案子。王姐，你认识唐法官的丈夫呀？当然认识了，我们法院的老人都认识。他们俩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嘛？他俩是同学，一个是学英文的，一个是学国际法的。哎，他俩那孩子叫什么来着？陈月。对，月月嘛。那陈涛是出了名的好老公，那他后来怎么又去英国了？他呀，当时去英国是去做访问学者的，后来呢，那个大学极力挽留，他就留下来了。本来唐法官也要跟过去，一来呢去看看学习学习，再一个呢就避免两地分居，对家庭、对孩子、对感情都好。可那时候咱们院组建制产厅，他是骨干，领导又委以重任，他一听来劲了，没去成。他们俩走到这一步，就是因为两地分居。那他们还能调吗？那肯定喽，他们俩感情基础是没问题的呀。那现在这样，应该是这2年工作太忙了，一个嘛有话没说上，另外一个嘛又闷掉了。行了，这个案子啊就交给我吧，我来调。那陈涛在国外你怎么调啊？用云调解呀，网络上调。特别是这种异地啊、跨国呀，然后用云调解，能给当事人和法官省不少事儿呢。一点也不省事儿，对我们老年人一点也不友好。哟，承认自己老了？那也没你老啊，搞得你自己就跟灰一样。你看，不虚心接受批评。那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嘛？我想好好调，这个不趁手的武器怎么用啊？对，你说的对，说正事儿。师傅，我想试试。你想试试？我跟唐法官见过几次，挺聊得来的。我想先去跟他了解一下情况。好啊，那太好了。唐法官，叶欣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那个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问我？是。关于我离婚的事。哦。你的案子在我们这儿。你是调解员。是，所以我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。没什么好了解的。陈涛要离婚，我同意。你们都不想挽回一下吗？没必要了。你们之间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能和我说说吗？我们分开，只是时间问题。那您对他还有感情吗？大家都说你们特别好，就像神仙眷侣。大家？您的法助潇潇，还有王姐，他们都这么说的。他们真够八卦的。薇姐，我来溯福中心工作有一段时间了，在我看来，有很多的夫妻过来闹离婚，其实都是还有一个真实的诉求，离婚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，也只是他们表达不满的一种手段。所以我想知道，您和您的丈夫，是不是还有其他别的原因啊？叶欣，我跟陈涛都不是那种情绪化的人。我们的婚姻其实早就有问题了，只不过外人不知道内情罢了。这种事情没必要说，也不用调解，改变不了什么。我知道是王姐要你来劝我的，我也不为难你了。你就说来做过我的工作，是我嘴太严。行了，
叫差去吧。是我主动要来的。魏魏，这冯翔约上了，今天要把吴华的诉求跟他沟通了啊。哦，我给他律师打过电话了，他说福祥很忙，让我们有什么事找他就行。不行，必须跟当事人聊了才有效果。接着打，接着打，接着打。哦。周法官，你之前不是说有时候要适当的晾一晾当事人，让他们上头的情绪再缓一缓？那可以啊，这平时跟你聊的也都记住了啊。那我再跟你说一点啊，当双方当事人都松口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要趁热打铁。那什么时候要晾一晾，什么时候要趁热打铁呢？判断。判断？拿什么判断？用眼睛啊。我看不出来啊。你当然看不出来了，我这练了多久，你这才哪到哪呀？我和你说啊，我做了6年的法助，什么样的案子没有见过呀？跟着方婷的时候，这种夫妻矛盾1年来说最少是上百件。薇薇，不用想那么多，跑量啊，这量到了自然就到了。坑5个的菜鸟法官，你还看不起别人？薇薇，你去帮我看那笔记本上的那对不对？别起范儿了啊，差不多得了。打电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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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电话。其实你太太提出离婚是想让你明白，她希望你能让她重回职场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我觉得她这个诉求也不算无理，你说呢？周法官，我说的，她确实不适合回公司，但是她要坚持，我不是不能考虑。那太好了。如果这个心结打开的话，你们夫妻之间也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那这样你看好不好？我们组织一次面对面的调解，你有什么话呢，就直接和你太太说，也许效果会更好呢。这样，回公司这件事儿啊，你容我考虑2天，好不好？他完全理解，那我等你消息。好。这人呢，一开始跑得快，不代表跑得远，更不代表他擅长跑步。吴华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？成了。95、96、97、98、99，怎么少2张啊？我再数数啊。1、2、3。老婆，别数了，少一张就少一张吧，咱不差那100块钱。谁说不差100块钱？这些都是你辛辛苦苦赚回来的，少1张也不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有事儿瞒我？藏钱了。你买的？这二手的它也贵呀，我又没说我一定要听它，你这赚点钱多不容易呢。老婆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不用数着钱过日子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过苦日子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
咱们不是签一下大合同了吗？哭什么呀？你看你。我替你高兴，但是我特别心疼你。我懂，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福祥今天。老婆，我发誓，我一辈子对你好。你不许骗我，当然，你永远都不许骗我。不会骗你。听听。世界末日方圆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这说什么话？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？稍等，马上来了啊！来了。陈涛，你好，陈涛，我是方远啊，还记得不？方远，我当然记得你了。我看你现在都是立案庭的庭长了吧？你看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你这一点都没变呀。怎么可能啊！你看看，头发白了不少。好久没见，你也变了啊，长胖了是吧？是吗？这个你和唐薇这事儿，你看到我这儿了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你说你们两口子这以前感情多好，是不是？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？今天啊，正好就这个机会，咱们啊，好好聊一聊啊！我呢也给你们参谋参谋，好不好？唐薇，说句话。方远，你的好意啊，我理解，我也心领。但是这两口子感情破裂了，离婚早晚的事儿。我相信唐薇肯定也没意见，对吧？是，我同意。别说这种气话啊！这个离婚这两个字啊，不能轻易提。这么多年的感情基础哪儿去了？啊？怎么破裂的？你们有证据吗？这还需要证据吗？常年两地分居，不见面不联系，也不说话。那不都是因为工作，对吧？工作原因，工作忙嘛，是不是？那之前是没有问题啊。我觉得这个事儿，过一阵子就好了。方远，其实很多事情你不知道。我来英国第2年，我就让他赶紧来英国跟我会合。结果呢，几年过去了，他一点行动都没有，还用各种理由敷衍我，最后干脆不愿意理我了。既然都这样了，我觉得离婚就是一个手续问题吧。陈涛，你说这话我不同意啊。因为我们都在法院，唐薇我们还是很了解的，她呢确实有这个实际困难，我觉得你也应该多理解。还是那句话，之前呢毕竟有那么多年的感情基础，以前咱们先不说了，咱说以后的事儿。以后所有的事情可以多商量，多沟通，多理解。唐薇，是不是？以后的事情以后大家好商量嘛。没什么好商量的。我有工作，不可能去英国，就是这样。你这就搞不下去了哦。我还是刚才这个话，之前的事情咱们不说了，好不好？咱就说这个离婚，你们离婚了，孩子怎么办呢？小月月，她心里会怎么想？你们考虑过没有？孩子问题，
亲自征求过月月的意见，她的原话是：这个妈有和没有都一样，她不在乎。瞎说了不？啊，这孩子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嘛？这可能跟以前不怎么在一起生活有一定关系，但是孩子有妈和没妈那能一样吗？绝对不一样。陈涛，我们很久没见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们一样也有个闺女，我那个闺女在家跟她妈妈也是经常打，哎，两个人不对付。可是这真有了事儿啊，我们这些当爸爸的还是不行，啊，这个女儿还是要找妈妈，是不是唐薇？哎呀，你倒是说句话嘛。唐薇，孩子的抚养权要不要跟我争一下？你这话问的，他肯定舍不得孩子啊，对不对？陈涛，为了孩子，你们以后也得。月月跟着爸爸，我没意见。唐薇，哪怕是表演，你也不愿意跟我争一下。今天也没外人，咱们都不说气话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他没苦衷，因为他脑子里全是工作。月月刚出满月的时候，体质特别弱，但是他坚决要打回奶针，不愿意母乳喂。这个当时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困难？他有什么困难呀？有产假呀，法院又不是没他不行。结果呢，坚持要回去工作。好，你热爱你的工作，你热爱你的事业，我理解，我也支持。但是有一次，方圆，月月3岁的时候误食蚕豆，送到医院抢救，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。我当时在外地，我回不来，我就要求他赶紧去医院看看。结果你猜这个唐大法官怎么说？不去。他就要回去工作，对吧？你怎么说的？陈涛，我跟你解释过了，我因为有工作，我离不开。那工作比你女儿的命还重要吗？好了好了，越扯越远了，回归正题吧。方圆，我们的事不用挑了。他提出的财产分割、孩子的抚养权，我没有意见。我后面还要开庭，抱歉，先走了。不是，哎，唐薇，你这……陈涛，你说这好好，咱有什么话好好说嘛。方圆，辛苦你了。薇姐，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？怎么？我不信你是陈涛说的那种母亲。让你失望了。但是陈涛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不信。随你怎么想吧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要去开庭了。薇姐，你身上一直都有一种我很熟悉的感觉。我妈妈和你一样，也很喜欢珍珠。但今年，我还发现了你们另外一个共同的地方：你们都会为了自己的事业，选择牺牲自己的孩子。都说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母亲，或许我，还有你妈妈就是2个反例。世界很大，姑娘，慢慢探索吧。
哎，吴女士，过一阵子呢，我会安排你和福祥好好的谈一次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觉得他对你是有感情的。行，那就这样，好，挂了啊。喂喂，福祥那边有没有回复？我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但是他律师说他不是在开会，就是在出差，反正抓不着人。你再催啊，不行就像上次那样，咱们堵人去。行。嘿，有这时间，你说你多判几个案多好。你不懂，咱们现在叫趁热打铁。我发现你对这案特别上心，哎，为什么？你也没有结过婚，说了你也不明白。哎，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你结过婚一样。我也没有结过，可我爸我妈结过呀。啊，难不成你爸妈也有一个闹离婚被法院调解劝和的故事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没那么狗血。我妈呢，她不会做饭。就因为这事儿呢，我奶奶总不给我妈脸色看。我妈的脾气你们也知道，一来二去的，我爸就是块三甲板。有时候我还心疼我爸。然后呢？直到后来，我爸被人告了，一审败诉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你妈不离不弃。那肯定。而且那时候我奶奶病倒了，我妈3天2头的跑医院。后来我爸终于洗脱冤屈，二手恢复了清白。我妈呢，照旧对我爸骂骂咧咧。后面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。我奶奶帮着我妈一块儿的挤兑我爸，你说我爸可不可怜了？好感人啊！但是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啊？薇薇，刚刚周法官和你说了叔叔阿姨这么多的感情事，你应该用脑子好好的想一想啊！一起患难过来的夫妻，这么多年的感情能走到现在，容易吗？不容易。福祥无华在这件事情上，本质上双方是有感情基础在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修补工作，对不对了？上次我们医院来了个心理医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赞同。他说什么了？你怎么这都记得？我知道你肯定没有记住。心理医生说呢，每一段亲密关系都需要沟通，有时候吵架也是一种沟通。亲人和爱人之间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想吵架连个人都没有。所以我真心不希望福祥和吴华就这么散了。说得好，我都被你感动了。我知道你说的是反话，干活干活干活。陪审员的大众思维和朴素观念能够弥补法官职业思维的局限性。方厅长，方厅长，哎，不是我问你个事儿，方厅长，别喊别喊，你干什么呀？我问你个事儿。别喊，我出来我出来。那你跑什么呀？你喊什么呀？你不跑，我能喊吗？好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又让人给告了？哎，你就不能盼我一点好吗？你们这儿不是公开招人民陪审员吗？我报名了，我就觉得在这个地方学习氛围特别的好，而且我也得来熟悉一下环境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哎，正好问你个问题，你看啊，中国古代有燕宋的。不，你先等会儿啊，我得跟你说一下啊，我们这个人民陪审员呢，他要合议开庭，还要经常到法院来。你开这个店做着生意，你有这个时间吗？我当然有时间了，我那个店可以让小妹看着，我就是想吧，我得做一点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，有意义的事情，感动吗？感动，但是这个事儿光感动不行，平时冲动也不行。这个人民陪审员啊，他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他是要负责任、担责任的。你是不是嫌我没文化呀？这话什么说的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就这个意思。哎，你们公告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，
文化水平高中以上就可以，我完全符合呀。我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看你就这个意思，你就嫌我没文化呗，嫌我的文化程度不够高呗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特别有正义感，而且爱憎分明、善恶分明，我怎么就不适合了呢？好，别喊，咱不要站这儿说。你坐，你坐哪儿？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呢要是真有这个心考，我们法院当然是欢迎的。真欢迎啊！但我得提醒你啊，就算你真考过了，作为人民陪审员，你也不能挑案子，而是法院给你什么案子，你审什么案子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哎，我为什么要挑案子呀？你不挑案子吗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会专门挑有你的案子才接？你也太自作多情了。我这个人啊，没有私心的，国家给我什么案子，我就审理什么案子，是不是？我就是为了报答社会，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。好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明白，那就预祝你考试成功啊！好好努力，我还有事儿，真不能陪着你。哎，你们那个面试的题，你能不能给我透露一下，我好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啊？我不清楚，这个事情也不归我管。那你帮我问一下总可以吧？问不了。那我面试的时候题你好不好使啊？不好使，不光不好使，还适得其反。混得这么惨啊？那你这个领导怎么当的呀？我哪是什么领导啊，大姐，你也看见了，我就是个站大厅的。那你们单位是不是专门选那个身材好的站大厅啊？我是因为站的时间长，所以身材才好了这么一点点。哦，那像我这个身材站大厅不也挺合适的吗？合适。哎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啊，你好好考，你要真考过了呢，你也得穿的朴素一点，不要弄得一天到晚这么花枝招展。我这个衣服穿你那个呀，你那个多难看啊！哎，对了，正好我想问你一下，你们这个制服到底在哪儿定做的呀？可不可以把那个部门推荐给我认识一下？我跟你讲，我绝对把你们这些细节改良一下，设计感出来了，而且呢价格也特别优惠。哎，我还真是建议你现在就回去，给最高法写封信，反映我们这个情况。你看我们这个制服，首先，你说的没错，没型，一个筒子，哎，还有这领带一拉得，关键这个吧，固定不住，跑来跑去，你应该再长点是吧？还有，尤其是那个夏装，我跟你说，一个是难看，再一个呢还厚，热死人，里面有个里子，一出汗顺着后背，哎，你别动手好吧？我就摸一下，你这个面料确实不透气，是吧？那你赶紧回家去写信啊！哎，那咱俩以后是不是会经常见面啦？哎，你刚才不问那厂子吗？那厂子啊，山东、江苏都有，我回头把地址发给你，你赶紧找找他们啊！这么远啊？副总，法官那儿一直追着，要跟您聊一下。我原以为无话闹一闹，我拖一拖，冷一冷，这事儿就过去。没想到无话这么坚持。那您看，我该怎么回复？广州那边的事儿办妥了吗？办妥了。我自己去跟吴华谈谈。太太，要不我来吧？啊，不用了，我来吧。你先回去吧，明天再来收拾就好了。好。回来了，饭已经好了。
好久没吃你给我做的红烧肉了。你今天好美啊！吃一口红烧肉。周法官啊，今天把你的意思都告诉我了。嗯，这件事情怪我，之前一直也没跟你说。今天呢，我也跟你表个态。老婆，我认为你还是好好的做副太太。什么意思啊？公司现在一切都好，不用你操心。我真的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那么反对我回公司呢？你别忘了，当初公司是我跟你一起建立的呀。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现在你说非得要回来参与管理，我问你。公司现在主营的油木来自哪几个产区？木材的纹理特性、加工方式都有哪一些？他们的使用场景、客户分布区域又都有哪一些？差别是什么？公司的利润点是多少？负债率是多少？员工是多少？客户是多少？他们的性格特征是什么？这些你都知道。你真以为现在的生意还像当初那么好做呢？懂几句英文就能搞现代企业管理了？我不懂，我可以学呀。那你凭什么就认为我不行呢？是，你非得跟我黑公司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不就是因为那个艾伦吗？付翔，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？我跟艾伦是清白的，我们俩只是普通的合作关系。别拿我当傻子啊！你跟那个小白脸的事儿，我不提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我工作忙，你一个人寂寞，我理解，所以我忍着你，让着你，以为你玩够了就能回心转意，没想到你越来越过分了。你才过分呢！你说这些话有证据吗？你拿出证据来！装，再接着装，这儿没外人啊。也没有录像、录音什么的，你再装就过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看你才装呢！你不相信，你凭什么要去周法官那儿说那些话？你是不是希望我宁愿在外面有人，也不要回公司，对吗？对，没错。付翔，我跟了你20年，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我把你当我付翔的老婆，老婆就应该有老婆的样子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华富是当年我跟你一起创立的，没有我也没有你的今天，没有我也没有你今天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你，我可以有王华、李华、芳华；没有我付翔，吴华这一辈子也只能待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擦皮鞋、打字。付翔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我也会拿走属于我的一切，你到时候别后悔。薇姐，我吃个芝麻丸，可好吃了，尝一个。
薇姐，喝不喝咖啡？给你倒点。哦，我不喝了，谢谢。小叶，我知道你找我什么事儿。我已经跟你们方婷说过了，直接开庭，不用调了。薇姐，我找你不是这个事儿，我是想来给你道歉的，对不起。那一次，我是把我自己的事情投射到案子上了，所以有点冲动了，不太成熟。我希望你别生我的气。自己的事情？我妈妈和你很像。哦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跟我说说。我妈妈和我爸离婚的时候，也选择了事业，放弃了我。所以你无法原谅她当时的选择。但我也想明白了，也许她有不得已的原因。所以薇姐，你的不得已是什么？我不想为自己辩解。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能讲给我听听吗？说出来，可能心里会舒服很多。真想听啊。我女儿出生后一直喝的母乳，因为她对牛奶过敏。出月子以后呢，我就要上班了，然后事情变得麻烦起来。如果我坚持让她喝母乳，那每隔几个小时就要把奶挤出来。但是那个时候一个停接一个停，根本就没有时间顾得了这种事情。所以你就选择了彻底断奶。另外呢，我觉得我当时自己有产后抑郁的症状。我抱着他喂奶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。我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丑陋臃肿的喂奶机器。你说这明明是自己的孩子，怎么就会……我自己都说不清楚。10几年前，产后抑郁的问题，没有人重视，即使我说出来，也没有人能够理解我。你先生也不能理解吗？他只是在隐忍吧。其实生孩子之前，他挺支持我的工作。他是教中西方比较文学，我一直觉得他对女性没有相夫教子的要求。但是生完月月以后，他的心态变了，尤其是蚕豆病发生以后。其实我不太理解，为什么您的女儿在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，您还要坚持在那个时间出差啊？因为我当时已经在外地了，当时还有几天就是春节。如果不冻结被告300万的资产，那春节后，被告人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去转移这笔钱。那原告呢，又是10几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，他们的血汗钱，有可能就此蒸发。那10几个人天天来法院求我，有的人等这笔钱结婚，有的人等这笔钱救命。叶欣，要换成你，你会怎么办？确实是难以抉择啊。所以，我决定不去医院。我当时接到陈涛电话以后，我躲在卫生间哭了5分钟。发泄掉情绪以后，就赶去了火车站。其实我到现在都觉得后怕。如果月月当时有个3长2短，别说别人了，我对自己都无法交代。那为什么这些调解的时候都不说呢？
当时你妈妈出国之前，是不是所有人都劝她不要走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陈涛出国的时候，身边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跟他一起走，但是社会对女人和男人的要求完全不一样。男人有了事业，一切都好，可是女人呢？女人的责任首先是家庭。如果你只有家庭没有事业，那会被人看成你是家庭妇女，又会遭到一轮新的歧视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一心扑在事业上，我和陈涛的矛盾无论如何是解决不了的。那你会后悔吗？性格决定命运吧。一个人走什么样的路，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自己能决定的。薇姐，也许有一天，月月长大了以后，或许他会理解你的。但愿吧。说出来舒服多了吧？你吃啊，那挺好吃的。当时啊，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。方远，唐薇的案子你怎么调的？怎么直接就给他们调离了？我也没办法呀，他们俩的这个感情已经破了呀，那强扭的瓜也不甜，不是吗？你搞清楚情况没有？唐薇我最了解了，她就是一个生活里不爱说话的闷葫芦。你拦一下，他们就好了；你手一松，那连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吗？王姐，我跟唐法官也聊过了，他们俩呀对生活的态度、对未来的期待，从根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算我们去努力挽回，那结果不一定是好的。当时唐薇走了之后呢，我跟陈涛又聊了好长时间。我听下来，我的确是感觉他们俩这个离婚啊，是在冷静下来之后，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的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尊重他们，起码好合好散吧。人家都是劝和不劝分，你作为法官也好，作为同事也好，那就再努力调一下嘛。我努力了，我努全力了，我也不想让他们离嘛。你站住！回来，我有事儿问你呢。什么事儿？那个，之前咱们去不是在选人民陪审员吗？那个最终的名单出来没有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是想问那个谁，他在不在名单上？哪个谁？胡小青。你猜？你有点正形没有啊？你跟我说他在不在名单上？跟我发火了！我告诉你，我是真没看出来哦。方远，你都这把年纪了，搞得魅力还很大嘛，弄得当事人五迷三道的，真是法律无边哦。我不跟你废话，不说是吧？我自己问去。方店长，我早都帮您打听好了，那个胡小青，她没选上。那你不早说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就跟他学坏了你，啊！行，赶紧，都去忙吧，去忙吧。先走了。方远，胡小青折腾你，就是你活该。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变了？吴律师，你看我再找福家去谈一谈，你看怎么样？周法官，你不用再找他了。如果刚开始离婚的时候，我的确是有赌气的成分，可是现在我已经彻底的清醒了。做了20多年的富太太，我真的已经做够了。我想做回我自己。
那目前这样的情况，我还需要再去向福建去了解。周法官，你应该能看出来，我当事人态度很坚决，不调解，而且不管对方做出什么样的让步，我当事人都坚持要离婚。我已经看清楚他的真实面目了，我对他不抱任何希望。哎，周法官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孔律师，哎，傅先生没有来。福总很忙，他的离婚事宜现在由我全权代理。那更好，我们递交的财产分割方案，你有什么异议没有？没有异议啊，不过有个情况啊，我得通知一下你们。昨天我委托人所有的股份呢，已经在广州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成功，有另外一家公司啊，200万买入，因此你们刚才提出的划分股权，吴华女士是无法分割的。但当然了，如果吴女士没有任何异议，签署离婚协议之后，我们会将200万金额的一半即100万打入到吴华女士指定的账户中。孔律师啊，你等一会儿啊，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，福祥又是第一股东，这股份就卖200万，卖给谁了？抱歉了，这与本案无关。那行，那就麻烦孔律师转告福祥，他如果拿法律当儿戏，那我们就法庭上见。